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3日下午的11点1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反弹呢出现了一个高点但是无所谓。道指在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已经做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我们看这里日线级别反弹，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呢是我在之前行情分析当中提到的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来回切换方向切换之后，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发生干扰我们方向判断的一个震荡。但这个震荡对比特币的行情来说是友好的，特别是对比特币当前价格的稳定性它是友好的。同时在比特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山寨币可能会有一波行情。那我们来解读一下比特币的盘面首先在4小时级别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前面震荡过程的时间周期高达半个月在半个月之后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发生跌破，然后由焦点的效应、焦点的吸引力效应发生了一波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呢，同样可以用 K 线西游战法发现它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在4小时级别反弹发生之后呢，比特币随美股出现了同步的4小时级别的回调。你看这里是八阶悟空阴线组、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组出现4小时等时间级别的上涨和下跌，对多空两方面均同时进行了绞杀对等的绞杀。绞杀之后，我们观察盘面当中依然处在一个29500的一个支撑位上这个支撑位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连线构成的一个形态结构构成了在29500这个支撑位。在这个支撑位的作用下，发生4小时级别急速下跌之后为什么说急速下跌呢？它的下跌具有连续性这个下跌西游是非常标准的下跌西游干扰性 K 线非常少在急速下跌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动作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急涨急跌缓涨急跌缓涨。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我们的手臂被划了一道伤口之后，我们用手去捂住这个伤口，但是还流血，要发生什么呢？这个结构我认为在反弹之后还容易再跌回来，最后呢持续的震荡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变盘那究竟是多空谁能占优势呢？我认为在当前反弹行情当中只要是能够形成这样的它改变方向之后的一个窄收敛的震荡动作还是容易发生新的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同时呢，反弹的目标位大概在33500美金附近。同时呢，我认为再发生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概率是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股处在一个日线级别震荡过程当中只要美股发生震荡那比特币也容易反弹上来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股形成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只发生了什么呢？只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的时间级别远远落后于美股，所以呢，在美股发生震荡之后比特币还是容易跟随上来同时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说的33000美金这里的压力线，是由日线级别从去年1月份至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在震荡过程当中呢，我
非常认为啊，就是山寨币很容易出现一波行情了啊，很容易出现一波行情了。像新币 OP 啊，在上线币安之后啊，被发生了一个小日线的调整。这是高点，基本上就是上线币安的时间点啊。调整之后呢，目前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啊。但呢，我在前面解读当中说了，如果 OP 做了4小时级别的上涨动作啊，第一个时间级别就是4小时级别的上涨动作，可以布局第一个空单啊。第一个空单啊，如果遭到止损了之后啊，它发生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可以布局第二个空单。啊，这是在它强势的情况下，在当前行情啊，比特币价格处于稳定的基础上 ，OP 就有可能发生这个2个时间级别的反弹啊。比特币的行情呢，我们再说一点啊，就是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的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啊，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呢，虽然被杀死了，但是呢，有可能重新起来，因为当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的它这个结构依然存在啊，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还容易再上来啊，还容易再上来。那上来的前提呢，是要修复这个缺口之后啊，再往上走。但行情是处在下跌趋势，因为周线级别已经是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所以在反弹接近33500啊到35000美金这个区间上啊，要积极的布局空单啊，因为你看啊，美股虽然反弹了，日线级别反弹了，并且发生了震荡，符合了我们的预期，但是上方有一个60日均线啊，它的一个压制作用，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打到周线级别啊，周线级别上，美股已经在事实上进入了一个熊市的趋势上，在熊市趋势上啊，大周期下跌，小周期反弹之后，我认为120周的均线啊，这个均线呢，到未来一定会跌破的啊，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加息缩表，对吧？不断的加息在缩表啊，这种情况下呢。市场上的资金会不断的减少啊，然后这个趋势也同样是在下行趋势当中。然后呢，回到比特币之后呢，很多人问我在这个分时上怎么去做啊，就是在更小的时间级别上怎么去做这个行情。那我的理论是看长做短啊，我看长做短，因为我总是在4小时以上的时间级别去分析。那你如果把这个时间级别啊切到15分钟级别，这样的行情你怎样去做呢？我认为啊，首先你要在4小时级别上啊画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和阻力位，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时间级别。1小时上啊，去找到它的一个运行规律啊。那我们看到了它的运行规律是处在一个复杂的震荡当中的啊。这个复杂的震荡当中呢，我认为你介入的机会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极端下跌之后啊，快速下杀之后，你看这里有一个1小时线的快速下杀之后啊，如果能够出现阳线的话。就是认为标志性的阳线，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阳线的话，你可以认为是标志性的阳线，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做反弹。当然，这个位置上没出现或者出现了被杀死了之后啊，那你就要在下面的行情当中，下面的震荡过程当中找到它的阳线啊，然后做这个小日线的反弹。这个阳线呢，我认为你要耐心等待啊，比如说我们观察的是一个小时线的。小日线的阳线，它如果出现之后，你要耐心等待这个小时级别的阳线走完，也就是这个小日线级别阳线它走到收盘的那个时间点之后然后你再布局。同时呢，根据 K 线吸油战法呀，你要把止损位设置到这个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这个位置上顺应这个市场如果开盘价跌破了你做多的情况下，开盘价第一根阳线开盘价的位置跌破了立即止损根据 K 线吸油战法就可以把行情分成各个时间级别
每个时间级别呢有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啊。如果你预判的这个人物啊介入的时候啊，主要的这个人物，比如说你做下跌的情况啊，做下跌，这是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当行情没有走出来之前啊，你把这个位置啊大阴线当做悟空阴线的情况下，如果悟空阴线的开盘价，也就是这个位置啊被反弹上去了啊，立即止损啊，立即止损出场啊。当然了，这里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我看啊，最大的波动大概是在2.55%啊，波动比较大，所以呢，你要尽量是低倍一些杠杆啊，3到5倍杠杆去做这个。啊，同时呢，仓位啊也不要过重啊，仓位也不要过重啊。根据我的 K 线西游战法啊，多头是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呢是空头生发出来的。所以呢，你在介入行情当中的情况下啊，一定要顺应这个方向。无论你做哪个时间级别，要顺应行情的方向啊，找到悟空或者八戒。找到这样的标志性的啊阳线或者阴线，然后顺应这个方向去做啊，各时间级别都可以这样去做，甚至是15分钟级别都可以这样去做。你看啊，这里15分钟级别啊，出现阴线之后，出现这个标志性阴线之后，你可以顺势做空啊，被杀死了之后要立即止损出场，然后再次出现这个阴线之后啊，你可以再度顺势做空啊，顺势做空，然后下面呢就是你的获利空间啊，就是你的获利空间。行情总是震荡的走的啊，震荡的走的，所以呢，在如果发生啊，比如说合约发生获利之后呢，要缓慢的减仓啊，要把这个仓位减到啊你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呢，我更多的认为，首先在获利之后要撤出本金，本金撤出之后，你的利润同时再设置止损，这样操作的话，你更能在行情当中啊获利啊，并且会遭到更少的损失啊，因为你的所有操作啊都基于首先保证本金前提之下，然后再去做的啊，然后再去做的。同时呢，你的利润的部分的操作呢，也是啊设置了止损，这样你在行情当中能更久的活下去啊，能用更多的利润去滚动啊，去持有，并且顺应市场做趋势啊，做趋势获利是比短线做波段来回操作要赚得多的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啊，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伤害自己。这样做的前提呢，就是一定要进场的时候就要设置一个止损啊，同时获利保本啊，出本金之后利用利润去玩啊，去玩。以太坊目前是完全弱势于比特币啊，这种弱势是在2个方面的啊。第一呢，是在结构上的弱势啊，4小时级别上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收敛结构之后啊，在收敛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跌破之后反弹到焦点处再次发生下跌。这样呢，我们观察到啊，结构上弱势于比特币啊。你看比特币是什么结构呢？比特币它是逐渐正在重新生成一个收敛三角啊。这个收敛三角呢是窄三角，所以呢它还有可能反弹上来啊，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反弹。但是目前来看，以太坊走势啊非常弱势，结构上弱势。同时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当中说了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焦点位处发生下跌，焦点位发生下跌很难涨回来，你知道吗？啊，焦点位下跌之后很难涨回来啊，因为焦点本身它构成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啊，在近焦点处下跌啊，容易受到焦点的吸引力作用啊吸引回来，但焦点位下跌啊，一般来说不容易涨回来啊，不容易涨回来。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啊，趋势上已经走得非常弱势。同时呢，我在前面的行情当中说了啊，以太坊跌破2600啊，那就是一个下跌空间打开的位置啊，下跌空间打开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600形成了支撑。那以太坊究竟我们当前行情应该怎么操作呢？啊，我认为啊，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啊，当前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啊出现反弹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已经通过了焦点
啊，已经通过了焦点啊，焦点位虽然下跌，但是通过了焦点啊。当前底部这块如果能支撑住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的。反弹的目标位如果到达2200啊，到达2250附近的话，是可以做空的啊，是可以做空的。原因是因为它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相对于美股更加弱势啊，更加弱势。我们看一些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啊，小日线级别目前来看的反弹啊，同步比特币发生了4小时级别下跌。但是你看它的反弹非常弱势，非常弱势。它如果能够出现啊到达2250的行情的话，那比特币一定会大涨啊，一定会大涨，一定会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以太坊才有可能出现啊4小时级别反弹啊。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和比特币目前已经不同步了啊，完全不同步了，走势非常弱势。同时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啊，这个交易对啊已经完全趋势在下行这个趋势上了啊，所以呢，以太坊啊寻找好的做空点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250啊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这个位置是一个日线级别，从最高点，等它缓冲一下啊，日线级别从最高点啊，这个网络有点慢。啊，你看啊，日线级别从最高点4877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压力位啊，大概在2250啊，这也是这轮行情以太坊在当前的结构上啊，在当前的4小时这个收敛结构上啊，可能发生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同时呢，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空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然后目前的山寨啊，已经出现了多空明显的分歧啊，这种分歧呢，我们可以在很多币种上看到。比如说 FTT 它是 FTX 交易所的这个平台币啊，类似于 BNB 啊，目前走的非常弱势，一直处在下跌趋势当中啊，但是它是有价值的。目前 FTX 交易所已经强势于 Coinbase 了啊，已经排名在 Coinbase 之上了啊，但是它的走势，它的代币的走势啊非常弱势，正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当中。同时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啊，如果它发生下跌95%以上的时候啊，是可以进场去抄底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测量到啊，它的价格应该是$4以下。啊，那我认为啊，把这个价格再翻1倍啊，就是你可以开始布局的一个时间点啊。虽然非常弱势，但它是有价值的，在现货这方面是有价值的啊。同时在趋势上，它下行的时候，你可以做空啊，可以去做空啊，做空一定要挑这种特别弱势的山寨币去做啊，可以做它的空头。但是还有强势的啊，这轮行情当中还有强势的啊，像是我一直在提的 Waves 啊，它是2轮周线级别下跌啊，中间试图做一个日线级别反弹，没有成功，直接跌下来了。直接跌下来之后啊，本周啊它发生了一个快速的上行，时间级别呢，我们看一下，时间级别目前仍然处在4小时级别的啊，但随着比特币的跌落啊，比特币是4小时级别上涨，4小时级别下跌，对称性的上涨和下跌，多空双杀，但 Waves 没有。目前仍处在一个震荡当中，这样就给它酝酿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有这个可能性了，就逐渐有这个可能性了。那我们进场的时候啊，要考虑目前它处在一个8戒的位置上啊，这里是悟空，然后是8戒，那8戒的开盘价7.64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这个预期，它能够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息由。如果发生日线级别上涨息由，反弹目标啊，我认为是$15附近啊，$15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啊，是这个位置。总之呢，多空在山寨币的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分歧啊。如果你偏向于空头的话啊，目前行情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主流货币都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上，偏向于空头的话啊，那你可以做 FTT 这种。如果呢你偏向于多头啊，那一定要做强势币种啊，一定要做强势币种啊。我看到的强势币种就是 Waves 啊，这个币种目前来看走得非常强势啊。因为你要知道啊，比特币已经出现了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回撤、多空双杀，但你看 Waves 啊，它仅仅在比特币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小线的调整啊，证明它趋势上是非常强势的。同时呢，当前行情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收敛，
这个收敛啊，在很快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上涨的啊，有这个上涨的可能性。所以多头要做强势，空头呢要做极弱的啊，极弱的像 FTT 这种啊，仅用2个山寨币啊来代表这个目前所有的市场，所有的山寨币市场啊，多空2个方向啊，要强势的你要做多啊，弱势的呢你要顺应它去做空啊，因为这轮行情在下周可能还有机会啊，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处在一个震荡的时候，它震荡的话，比特币就容易稳定，比特币稳定的话，山寨可能还有行情，但是做山寨行情一定要做强势的币种啊，毕竟是熊市，熊市当中也有机会啊，多头也有活着的机会啊，但是呢要做最强的啊，要做最强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端午节还能收看我的节目，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啊，感谢大家，再见。